东周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曾经森严有序的礼乐制度逐渐走向瓦解，周王失去了对全国的掌控力，各诸侯纷纷为政一方，不再受周王管制。诸侯们开始设立属于自己的官学，称之为降公。同时，教育领域也发生重大变革，开始从官方走向民间。正所谓天子师官，学在四夷，教育不再局限于宫廷和官府，民间教育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便是当时教育多元化的典型写照。在这个时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涌现出来，他们所创立的儒、道、墨、法、阴阳等思想流派，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让当时的教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私学的盛行也是这时期的显著特征。由于战乱不断，各国都急需大量人才为自己效力，私学的兴起正好满足了诸侯们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家及其思想流派各有特色。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主张恢复礼制，积极开办私学，大力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觉得人性本恶。道家学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他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墨家学派的代表是墨子，他倡导博爱，注重实践和功用，在生产机械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韩非子和商鞅，他们主张透过严酷的法律来治理人民，以达到强国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相对较小的学派。名家的代表惠施，主张依靠逻辑方法来解决问题；阴阳家的代表邹衍，秉持玄学思想；纵横家的代表鬼谷子，擅长外交事务；杂家的代表吕不韦，其思想较为混杂；农家的代表许行，专注于农业技术；小说家的代表宋札，主要收集街谈语，不过该说相；兵家的代表孙武，专注于战略战术的研究，此学说也不在九流十家之列。当时的教育摆脱了官学形式的束缚，变得丰富多彩，无所不包。从生老病死到和平战争，从法律诉讼到日常生活，各个领域都成为了教育的内容。诸侯们不再只依赖官办教育，而是透过养士的方式来吸引人才。这时期的教育特色十分鲜明，一是教育内容广泛，无所不包；二是学宗百家，兼容并蓄；三是注重实践与实际相结合，且教育场所不固定，可能在家中、官府里，也可能在野外；四是教育逐渐平民化，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战国时期，齐国在国都临淄设立了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既继承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齐宣王时，更是在稷下扩建学宫，招揽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的学者们汇聚于此，自由讲学，著书论辩，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教育领域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起初，秦始皇设立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但由于博士们大多喜欢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识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钱少，并批评私学的存在，认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一之。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开办私学，还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惨案，屠杀博士和方士。他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使得古代教育遭到了沉重打击。西汉时期，由于人才匮乏，皇帝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开设培养人才的机构，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文化上前期崇尚黄老学说，讲究因循无为。然而，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对话中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重要建议。他相信天人感应，主张将所有学说统一到一家之上，为政治服务。他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来重选举，以选士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在建元5年（西元前136年）将儒家典籍《史书》《易》《礼》《春秋》提升到经的地位，并设立儒家武博士，取消了其他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的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5年（前124年），汉武帝设立太学，招收弟子50人，设立5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当时，在郡国的学校称为学，在县的学校称为校，在乡的学校称为祥，在郡的学校称为序。学校分别设置经师1人，
祥、绪各设置校经师1人，以掌管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同时汉武帝不断发布征辟义才、贡举贤良方正等诏令，提高士族阶层的待遇，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希望透过进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机构学习来谋求上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透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唯才是举，并为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东汉初期，王充提出人有善恶之分，性可教而未善，以及在所兼染而善恶变异的观点，主张国家大量兴办学校，并透过行政手段给予保护。东汉后期，地方官办学校逐渐形成规模，学生可以透过考试从低级学校升上高级学校，最终到太学学习。太学的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加，一度达到3万人，并且朝着教育规模化、生源多元化、参与政治的方向发展。后来，汉明帝始建官邸学，主要招收贵胄子弟学习，而宦官势力膨胀之后，也在汉灵帝光和元年